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全球无夏的一年。全球无夏的奇迹你见过吗？6月雪，7月寒，8月冻呢，通常可以用来形容诡异的气候变化。这就意味着是没有夏天的呀。在人类的历史上，还真的曾经发生过一次全球无夏的一年，而20万人呢，活活被冻死。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全球无夏的一年。在1816年呢，云南6月天居然天降暴雪。由于云南当地的植被呢以热带植物为主，所以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呢就导致了云南全省的粮食出现了危机，以至于饿死者甚多。当时呢，云南有位诗人李渔阳呢经历了这次暴风雪，并写了一首诗描述当时的惨况。他上面就说呢：300钱买一身栗，一粒呢饱3日腹。穷民赤手钱何来？携男提女街头卖。明知卖儿难救饥，忍被鬼伯同时路。事实上，除了云南以外呢，其他的地方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寒冷空气的灾害。在古代的那个时候正好是嘉庆21年，而寒冷的严寒呢，似乎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犹如2008年的冰雪灾害肆虐一般令无数的百姓呢瞠目结舌。那么这股严寒不仅使得农作物无法生长，更导致了多地陷入了饥荒的困境。特别是云南地区的灾害呢尤为严重。根据史书记载呢，家畜因严寒而大面积死亡。起初人们尚能依靠这些死去的家畜度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家畜耗尽呢，大山又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人们为了寻找食物，甚至需要费尽心思和体力呢去挖葛根，而这样的努力呢，仍然无法抵挡饥饿的侵袭，许多人因此丧生。如果你对世界历史比较了解的话呢，你就会知道，在这一年呢，全球在一整年内都没有夏天，即使是在赤道附近生活的人们在这一年呢，也丝毫感觉不到一些暖意。在欧洲呢，一代枭雄拿破仑在1815年的时候，帝国重建之梦破碎流放他乡。然而他未曾想到的是，他的失败呢，竟然与第2年的诡异夏天呢，有着微妙的联系。由于战争的消耗，欧洲各国的粮食储备已经濒临枯竭了。就在人们播下希望的种子之后，期待恢复正常生活之时呢，一场又一场的大雪却打破了他们的幻想，农作物呢都被冻死，生活陷入了绝境。这一年呢，也因此被誉为了欧洲最惨痛的一年。据说因为寒冷而死亡的人数呢，都超过了20万。而在美洲的北部呢，情况同样也不容乐观。加拿大的记者显示直到6月呢，那里还出现了2次暴雪。7月、8月份的时候呢，河水依然是结着冰，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更令人惊讶的是，有时天气会突然放晴，温度回升至20-30度，但是一阵寒风吹过之后呢，气温又会迅速的骤降至0度以下。这样的气温异常引发了人们的深思。太阳依旧照耀着北半球，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呢，也未曾出现过任何的异常。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而导致了这一次气候的灾难呢？你可能想象不到，导致全球无夏之年的罪魁祸首呢，竟然是一次火山的喷发。它就是坦布拉火山喷发。在1815年呢，位于印度尼西亚地区的坦布拉火山呢发生了爆炸。这一次火山的爆发呢，持续的时间非常长，从4月5日呢一直持续到7月中旬，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火山爆发了。根据体积的总量来判断，该火山爆发的等级为7级。而火山爆发最高等级呢，就是8级。那值得注意的是，火山等级每高1级呢，释放出的能量是上一级的10倍。那坦布拉火山爆发的能量就相当于62000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了，可以说是相当恐怖。那么这场火山的爆发也改变了整个人类的格局。刚开始除了越来越红的晚霞和夜里降下一点点泥雨之外一切都正常的生活。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世纪以来最惨烈的火山爆发由此才刚刚拉开序幕。5天之后呢，更大的爆发到来。4月10日的傍晚呢，岩浆冲破坦布拉火山的顶盖呢，夹杂着石块、烟尘、水汽穿透整个对流层呢，冲向了4万米的高空。剧烈的爆炸声传向了2000公里以外。那燃烧的石块和树干呢，像导弹一样扑向四周。1000度左右的熔岩流呢，如决堤的洪水流向了山下所有的村落，随后呢，进入了海中，并让海水沸腾滚烫，煮熟了一切里面的活物。而巨量的火山灰呢，不仅深埋了松巴洼岛，甚至还涂黑了1000公里以外的雅加达的地面，以及第2天白天的天空。
这是一组极端剧烈的喷发。由于这次的喷发呢，消掉了火山的巨大山体，令其高度降低了1000多米，总共喷出的物质呢达200立方公里左右，超过了1991年的皮纳图博火山的10倍以上，为19世纪以来全球最大的火山喷发了。那坦布拉火山所在的松巴哇岛就成了滚烫通红的不毛之地了，几乎上面所有的居民都失去了生命。那他们的房屋都被冲击波呢全部掀去了屋顶，自己呢则被滚烫的岩浆直接带走，或被燃烧的岩石砸中。如果侥幸避开来到了海边呢，也会不敌那沸腾的海水以及炙热的蒸汽了。火山喷发过后呢，费洛勒斯海萨赫利湾飘满了形状颜色各异的物体，除了失去生命的人和鱼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中间带孔的那些浮岩。那随着洋流呢四处漂浮的它们曾经抵达了几千公里以外的西南的印度洋，甚至在半年以后仍未沉入海底。相比之下呢，方圆上千公里的天空都变黑了，慢慢落下了火山灰，似乎没有那么残忍了。在给雅加达披上一层1厘米左右的黑色涂层之后呢，它们似乎已经慢慢平息了。然而呢，无夏之年才刚刚开始。火山爆发除了熔岩和水汽之外，还会喷出火山灰和大量的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硫。大颗的火山灰呢，将自身的重力、雨水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呢，很快就沉积到了地面。但极细小的火山灰以及含硫气体发展而来的气溶胶呢，则很难沉降。但坦布拉火山的高达40公里的喷发柱让这些细小颗粒呢，在平流层中迅速扩散、游荡，逐渐就笼罩住了整个地球。时间呢长达了3到4年，而欧洲的画家们发现天空呢居然慢慢的越来越红了。就这样呢，地球呢就被一把巨大的遮阳伞给遮住了。尤其是太阳辐射量最强的赤道附近，热量亏空严重的地区呢，逐渐就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到1816年呢，那个区域的对流层呢就开始撒气了。在1816年的5月起呢，强大的大洋暖极呢在北大西洋隆起，北美东海岸、欧洲以西的近海分别形成了稳定的大槽。来自北极以及格陵兰的冷空气再也刹不住车呢，开始大肆的进攻加拿大以及美国的核心区域。5月2日到6月5日呢，6股寒流排队南下，大雪呢10级以上的北风以及冰雹呢，几乎1星期来一次。6月23日呢，马萨诸塞州回升到了38摄氏度之后呢，另外3股寒流接踵而来，一直到7月9日呢，纽约附近呢居然还结着冰。而处于大西洋的欧洲则被密集的浮冰和过量的雨水所包围。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等洪水都不断，日内瓦湖水都满出来了。瑞士呢交通中断。与此同时呢，青藏高原以南的南支草呢也异常的开始发展，比如印度还有嘉庆年间的云南等地发生了冷害传染病、饥荒等记载。到1816年的8月上旬呢，美国终于热了起来。人们甚至开始谈及了丰收的话题。但就在此时呢，寒潮又再次袭来，纽约呢就地结霜，随后马不停蹄地赶来了暴风雪，更让美国东北部还刮起了12级风。就在半天的时间内温度就瞬间降到了0度以下，摧毁了一切的农业丰收的希望。还没开始的欧美的夏季呢，就这样仓促地结束了。无夏之年呢，现在才成为了现实。根据有关数据统计呢，累计有92000人呢在该次火山爆发中丧生，而坦布拉火山呢在爆发中所喷出的1.2亿吨粉尘呢，一时间呢也是遮天蔽日，成为了引发全球性的大雪的元凶。俗话说得好呢，瑞雪兆丰年嘛，冬季的大雪往往会给人们带来第2年的丰收。可是1816年的全球范围内的大雪呢，可不是瑞雪，而他们所昭示的呢，也并不是人人向往的丰年。其实坦布拉火山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的历史，是因为它的爆发影响了植物的生长。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动物呢都无法自己产生能量，只能通过外界来获取能量，因此动物又被称为异养生物。而能够自己产生能量的生物叫做自养生物，植物呢就是自养生物，它体内的叶绿体呢能够将太阳光子中的能量转化为生物能，其中一部分呢用于生长，而另一部分呢以葡萄糖或者是淀粉的形式储存起来。动物就是利用植物体内的葡萄糖或者是淀粉等作用作为能量的来源，这就意味着人类的能量来源呢间接或者是直接的来源于植物，而植被的生长呢又离不开适合的温度。当环境温度过低时呢，它们会休眠，甚至会冰冻死亡，这将会导致它们的生长速度大大减缓。当植被的生长受限时呢，人类的能量来源就会减少，
而人口的数量呢，虽然不会立刻减少，但对能量的需求也不会减少呀。因此，人类之间就会爆发能量危机。此时，人类呢就会掠夺粮食，而有可能爆发冲突。在1816年呢，对于全球大多数的国家来说都是充斥着痛苦的一年。此时，中国辽阔的疆域呢，还仍旧处于清政府的统治之下。而将年份换算成当时的年代呢，应该就是清朝的嘉庆21年。根据清朝历史上的记载呢，在那一年的8月份之前呢，气候还算不错。可就在8月份之后呢，也就是刚刚入夏的时候呢，天气突然就变得寒如冬月，持续性的下起了暴雪。也正因如此呢，那些即将成熟的农作物呢，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许多的农民呢，皆是颗粒无收，而最终酿成的结果就是该年呢，粮食产量直接就呈现出了一个断崖式的暴跌。那没有了粮食呢，位于清政府统治下的百姓又该怎么活呢？当人们无粮可吃的时候呢，率先想到的就是请求官府的援助了。只不过当时的清政府面对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呢，也是无能为力。那些许的存粮在如此大的灾难面前呢，根本就是无力回天。官府发放的粮食解决不了民众的饥荒问题，百姓们就只能自己解决。那怎么办呢？所以率先就在民间出现的情况，居然是点妻换粮、点子换粮。虽然这些做法很不人道，但是当大多数的家庭都面临着饿死威胁的时候呢，这是唯一的办法的。我们不曾站在那样的境地下生活过，所以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判和谴责他们吧。然而这些还都只能是解一时之急，却无法从根本上去改变那些穷苦大众所面临的死局。唯一的希望就是天气赶快放晴。可是事与愿违寒冷与大雪呢，仍旧在大地上侵袭。更可怕的是，这样的灾难并没有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几乎笼罩了北半球的所有国家。就在火山爆发过后没多久呢，欧洲北美地区就纷纷出现了极为严重的降雪。大雪将农作物冻死的同时呢，还冻死了大量的畜生，就直接导致了欧洲和北美人民没有东西吃。根据有关数据统计呢，仅仅是欧洲在1816年灾害中死去的人就高达20万，而这仅仅还只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数据。除了欧洲之外呢，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的地区呢，遭受了损失是更大的。由于这片区域呢是整个欧美板块的水患最为严重的区域，所以这一片区域中的天气变化也更为猛烈。据说6月的风雪呢就冻死了不少人，7到8月的诡异天气呢更是让很多人都饱受折磨。有的时候温度能高达30-40度，有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温度又降到了0下。在这种温度极度反常的变化之下呢，生病死去的人数也占了一个不小的比例。而剩下的那部分人当中实在吃不起饭的那些人，为了不饿死呢，最终就被迫离开而开始迁徙了。那往哪里迁徙呢？英国人呢给出的答案就是美国。据有关数据统计呢，在这一次的雪灾当中呢，仅仅从英国迁徙到美国的人口就超过了10万，而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往美国迁徙的人口也不在少数。可能这个时候就有人会问了美国当时不是也遭受了非常严重的寒流吗？那为什么这些国家的人要去美国呢？美国在该次寒流中确实损失也不小，但是损失都集中在东北地区嘛。而抛开这部分受灾害的地区之外呢，美国仍有相当辽阔的疆域。生活在美国东部的人们就开始往西部呢寻找肥沃的土地，种植农作物，而这也使得美国西部呢成为了现在主要的产粮区域。在这种情况下呢，欧洲各国往美国迁徙的人口，最终就给当时的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仅仅是在灾害发生过后短短5年期间呢，美国就成立了6个新州，而这个发展速度简直让人们瞠目结舌。要知道，在甚至20年的时间里呢，美国一共也才建立了4个州。可是灾难过后，美国5年的发展竟然相当于灾难前的30年，这确实非常惊人。与此同时呢，在这场自然灾害发生过后呢，美国还开始兴修伊利运河。在伊利运河修成之后呢，美国人的运输成本仅为运河修建之前的5%，而运输的能力大大提升，又促进了美国整个体系的繁荣，尤其是一些能够高效利用运河运输的城市。那这里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纽约。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呢，纽约就超越了费城，而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城市。这里如果要是没有伊利运河的帮助的话，纽约想要完成这一进程还不知道要多少年呢。甚至还有人说，正是因为雪灾而导致了全球马匹数量的减少，而造成了人们出行的困难。最后呢，德国的德莱斯才能够成功的发明双轮跑动机，给现代的自行车呢奠定了基础。
这种说法正确与否呢，我们不好评定。但客观来说呢，1816年自然灾害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呢，人们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他们纷纷寻找生的生存之地，努力的重建家园，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呢，推动了全球工农业的转型，让人类社会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那看完这段历史我们更应该努力的保护环境，避免自然灾害再次发生。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